收徒大会上，我明明是资质最出众的天灵根，长老们却对我不屑一顾。就在我一个3岁小团子孤零零站在大殿中央时，我瞥见大殿角落里的一个身影。之意，快去找他！这个人叫凤临渊，是飞升老祖的关门弟子，有钱有权还有颜。要是拜入他门下，女主苏清雪还要叫你一声小师叔呢。哥哥醒醒，你要徒弟吗？哦，你想拜我为师？依依很乖的，还会自己吃饭穿衣。天灵根，我从不收徒。不过，你这么有趣的小家伙，倒是可以破例一次。师傅，这个小徒弟我收了。师叔收徒，自然再好不过。这个小团子拜凤师叔为师，不就代表他一跃成为了许多长老的平辈？我们要叫他一声小师叔了。太好了，剧情终于跑偏了。这样一来，你就不用走恶毒女配的老路了。小徒弟，你身上的秘密好像不止天灵根这么简单啊。小娃娃，看我做甚？师傅，依依的礼物呢？什么礼物？就是拜师礼物啊，我的朋友都有，那个凡人精也有，依依没有。依依想要比他们的都厉害的。多多师傅给了他一把小金剑，青武师傅送了他一条飘飘飘的带子，寒风师傅给了他一柄冰做的小剑，云逸师傅送了他一本画满小人的书，就连那个凡人精，他师傅也给了他一个会发光的珠子。哦，那你想要什么？依依要最厉害的。行。测灵坛能测出你最适合什么样的法器，将你的手伸入坛中。此剑名为紫电，是上古雷修留下的法宝胚子，它现在还是无主之物。待你引气入体后，可自行炼化。谢谢师傅。闭上眼睛，感受天地间的灵气，将意念沉入丹田，想象自己是一块海绵，在吸收周围的水分。雷灵根在吸引天地间的雷属性灵气，这些阴暗力量在靠近之意身体后，并没有被排斥或侵蚀经脉，反而被雷灵根的力量包裹、转化，最终变成了精纯的灵气，融入他的丹田。阴灵根与雷灵根融合后，竟然能转化阴暗力量为灵力。几个老头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！也不知道他们发什么神经，和着蒙了一样，非要那个水灵根，还不要这个天灵根。成了。师傅，依依感觉到肚子里有只小蝴蝶在飞，那是灵气在丹田内凝聚的征兆，做得很好。3个时辰引气入体，这在整个修仙界的历史上都闻所未闻。师侄，这么晚还在教导弟子啊？凤师傅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路过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宝贝小徒弟3个时辰就成功引气入体了？我还没问啊。哎呀，天赋一般啦，也没那么厉害，就是随便教教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会了。赵师侄，教导弟子呢？我家那个小徒弟啊，真是让人操心，才3个时辰就引气入体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多教他点东西呢。谁问你了？周师侄，弟子哭鼻子了。我家小徒弟倒是省心，3个时辰就引气入体成功，现在估计已经睡得香甜了。孙师侄，这么用心啊，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，像我那小徒弟随便教教就会了，3个时辰就成功了。谁麻烦了？谁问他了？不是今天刚收徒吗？晚上就引气入体了？我不想知道。我徒弟呢？这个点儿还在玩泥巴呢。这凤师叔这些年来都没这么张扬过，今天是吃错药了？不要着急，
引气入体非一日之功，以你的资质，3、5日定能成功。那个3岁的小团子肯定也和自己一样，毕竟再怎么天才，也不可能1天之内就引气入体吧？做得很好，之意，这只是开始，以后你会变得更强大。明天该去哪个峰继续分享这个好消息呢？嬷嬷，依依醒啦！依依想回家。小主人醒了，我们是风主院中的牡丹、海棠和茉莉。昨夜得风主点化，终于修成人形了，特来服侍小主人梳洗。灵植？是啊，我们以后就是小主人的侍女了。谢谢姐姐们。她凭什么有侍女伺候？这里可是仙门，还以为是在人间当公主呢。林之夜，你凭什么带侍女来善堂？这里是仙门，不是你家皇宫。你要叫我小师叔。我才不，我比你大，凭什么叫你师叔？我要告诉戒律堂。哼，依依，你是不是引气入体了？我师傅都和我说了，你好厉害呀！依依，这个送你，你也教教我呗。我怎么都感觉不到灵气。我也要我的师傅给我变侍女。引气入体好难，你要想肚子里有小蝴蝶在飞呀。可是我想不出来，我一想肚子就饿。凭什么？凭什么那个3岁的小丫头能得到凤氏苏祖的青睐，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引气入体，而我被誉为这一届最有潜力的弟子之一，却还在为感受灵气而苦恼？清雪师妹，修炼之事急不得，循序渐进才是正道。多谢大师兄指点，清雪明白了。师傅，依依都有侍女姐姐，多多也想要。师傅，青虎也想要漂亮的灵芝姐姐。依依的师傅都给抱抱，依依的师傅都不抱。这个灵植点化需要耗费大量灵力，而且不是所有灵植都适合点化。修行之人不该太过注重外物。乖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依依师傅，我们也想要漂亮灵芝侍女。是呀是呀，灵芝姐姐好漂亮，依依会乖乖的，给依依一个嘛。韩风也想要。这样吧，只要你们在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引气入体成功，我就送你们每人一个灵植侍女。如果谁在明日子时之前引气入体成功，那我给2个。如果谁的速度在3个时辰以内，比意义还快的，我送5个。5个，5个灵芝姐姐。师傅，快叫多多引气入体，多多要5个侍女。师傅快走，请我要抓紧时间。依依不玩了，韩风，现在就要开始修炼。师傅，依依已经引气入体成功了，是不是可以学御剑飞行了呀？依依想飞回皇宫看爹爹和阿娘。小贪心鬼，引气入体只是修行的第一步，想要御剑飞行，至少也要练气中期才行。啊？那要多久呀？看你的努力程度了，若是勤奋修炼，说不定半年就能达到。半年？太久了太久了，依依现在就想回去。乖，修炼要循序渐进，等你学会御剑飞行，不仅能回皇宫，还能带着父皇母后在天上飞呢。想象一下，多威风啊！真的吗？依依可以带爹爹和阿娘飞上天？当然可以，所以现在要乖乖听师傅的话，好好修炼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小家伙们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吧。意义，想象你丹田里有一颗雷种，用灵力去滋养它，让它慢慢发芽。
哎呀！不要，变小，变小！怎么回事？失火，依依不是故意的。你在修炼什么法术？依依在养雷雷，但是雷雷不听话。这残留的雷电之力精纯而霸道，绝非普通雷系法术所能比拟。是谁教你的这个法术？就是那个，不能说，这是最高机密，是依依自己想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，既然不愿说，我也不会强求。修炼雷法很危险，下次要在师傅的监督下练习，知道吗？依依知道错了。今天先到这里，回去好好休息，带小主人去沐浴更衣。是，风主。自创雷法，这个小徒弟身上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呀。依依师傅，奉师叔祖，云翼成功了，昨天晚上成功引气入身的。青武也成功了，是在子时之前成功的。奖励呢？哦，这么快？不错，既然达成了约定，自然不会亏待你们。这两个是冰莲所化，适合陪伴云翼修炼；这两个是银春花所化，与青武的风灵根相得益彰。谢谢依依师傅，谢谢奉师叔祖。李师兄，早啊！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那个小徒弟云翼引气入体成功了？才3岁的小娃娃，居然要8个时辰才成功，真是太笨了。我并没问二位。赵师弟，教导弟子呢？我家那个小青武啊，天赋也就一般，都3岁了，居然要7个多时辰才引气入体成功，真是让人操心。谁问你了？现在的孩子啊，资质都太差了。我那徒弟云翼居然花了8个时辰才引气入体。谁说不是呢？青武那丫头也要7个多时辰，比起风师武那个3个时辰就成功的小徒弟，真是差远了。我们很想知道吗？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。我当年引气入体花了1个月，我骄傲了吗？这几个小天才的师傅，怎么一个比一个能炫？多多和寒风呢？多多师兄还在努力，他说一想到侍女就肚子饿。肚子好饿，多多想吃饭。专心，引气入体期间不能进食。寒风师兄好像也快到临界点了，但是他师傅说不能急。既然你们都成功引气入体了，今日便开始正式学习剑宗的基础心法。剑修之道，首重心性，灵力运转，须如剑般锋锐，亦须如流水。意义，凝神静气，像昨天那样凝聚雷球。很好，现在试着维持它的大小。我要变大。意义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要专心。师傅，依依不是故意的。从未见过如此难以控制的雷灵力。没事，意义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这次我们换种方法，不要把雷灵力当成需要完全控制的力量，把它想成一个小宠物，想成凡间的狸奴。狸奴？对，就像皇宫里那些小猫，你要爱护它，喂它吃东西，陪它玩耍，但又不能把它关在笼子里，要给它留一点自由活动的时间。雷雷是依依的小狸奴？没错，你现在试着把它召唤出来，但不是强行控制它，
而是邀请他出来玩耍。蕾蕾，出来玩呀！对，就是这样。现在不要急着控制他的大小，先和他熟悉一下，感受他的情绪。师虎，蕾蕾喜欢依依。原本只是让他放松心态，没想到他真的能与雷灵力建立如此和谐的联系。很好，现在试着引导他，就像用小鱼干引导小猫一样，不要强迫他。太棒了，就是这样。雷灵力至阳至刚，强行控制反而会激起他的反抗，以柔克刚才是正道。这种与灵力的亲和度，即使是在元婴修士中也极为罕见。这个小徒弟果然非同寻常。师虎看，一臂会让蕾蕾跳舞。做得很好，记住这种感觉，以后修炼雷法时都要像这样与他沟通，而不是强行控制。知道啦。成功了！多多在太阳落山前成功了，寒风也成功了。赵师弟，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徒弟引气入体了？没有多厉害，笨得不行，1天半才成功，一点都不厉害。孙师妹，听说你家轻舞7个时辰就成功了，我家这个寒风啊，非要拖到快日落才成功，真是急死不仁。到底有完没完？这2天我已经听到5次类似的话了。他们都成功了，怎么就我不行？对，因为他们都是变异灵根，就是这样。晴雪，修炼最忌心浮气躁，今日先休息吧。师傅，我顺其自然，方能水到渠成。弟子明白了。这是洗髓丹，能助你修炼。好。师虎，依依不要修炼了，依依要回家。坚持住之意，洗髓之后，你的修炼速度会更快，很快就能回皇宫看父皇幕后了。依依感觉浑身好轻松。不错，这1个月进步很大。师虎，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父皇母后啊？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？想家了？依依好想父皇母后，还想宫里的桂花糕。你现在已经炼气1层，御剑飞行还做不到，但乘坐非洲倒是可以。真的吗？依依可以回家？不过，你要先通过一个小考验。什么考验？明天我会安排你和多多他们进行一场小比试，如果你能获胜，师傅就带你去人间界一趟。真的吗？依依一定会赢的。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比试呢。知道啦。听说这几个小师叔都是丹灵根以上的天才，那个最小的才3岁，真的能打吗？我听说林小师叔3天前就已经突破到炼气2层了。什么？3岁炼气2层？这怎么可能？等下不能哭鼻子哦，打不过就投降，不丢人。依依知道了。谁和我来？依依妹妹是我。富有的味道。多多记住，打疼了不能哭鼻子，不行就投降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多多很勇敢的。这么小的孩子能有什么实力？
还撑起结界，太夸张了吧？小孩打闹而已，何必这么认真？多多哥哥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！金剑术！雷遁术！啊，这是3岁孩子能使出的法术，那个雷遁的强度已经堪比炼气中期了。金遁术，瑞金诀，雷击术。依依妹妹好厉害，多多哥哥也很厉害。这1个月来的苦训没有白费，小徒弟对雷灵力的掌控已经相当纯熟。多多这孩子啊，平时贪吃爱玩，修炼起来倒是认真。惊鸿幻日！雷雷，帮帮依依。去！这是什么法术？雷灵力化形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才3岁啊！多多哥哥，还打吗？裁判，多多认输，依依妹妹太厉害了。第1场比试，林之义获胜。做得很好。师傅，依依赢了，可以回家看父皇母后了。师傅答应你。接下来的比试，我一定要赢，不能再让这个3岁的小丫头抢走所有的风头。依依，不要哭。开始。玄冰剑指，风刃术。 3岁就能将水系变种运用的如此精熟，不愧是天生剑体。那柳青武的风灵根也很厉害，你看他的身法多灵动。凝水成冰。青武好厉害！那个冰好漂亮。这2个孩子将来在剑道上的成就不可限量。青武认输。寒霜斩。凝水成冰。冰刺诀。认输吧。认输。李寒风获胜。李寒风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！明明知道水灵根被冰灵根克制，还下这么重的手。仗着属性相刚，哎呀，打不过就说别人欺负人，那以后比试是不是要先问问你的灵根怕什么呀？要是怕输就别来比试嘛，回家玩娃娃去好啦。还是说有些人就喜欢装可怜，让大家都来心疼呀？看来我不能在他乱教霸总小说了。看来有必要好好纠正一下他的说话方式了。虽然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第3场，李寒风胜。接下来请获胜者林之义、云逸、李寒风准备加赛。
决出第1名。失败者钱多多、柳青武、苏清雪也将进行比试，决定最后1名。我可以接受输给属性相克的李寒风，但绝不能接受成为垫底的那一个。本场比试，林之翼对阵云逸，现在开始。冰会融化，水能导电，这伤敌1000，自损800啊！这2个小家伙也太乱来了。反弹回来的雷电虽然让他发麻，但其中一部分居然被他的身体吸收了，转化为精纯的灵力。雷灵根竟然还能这样修炼！云逸，再来！好麻！再来！之翼竟然在战斗中突破了炼气2层巅峰的营层巅峰，直逼炼气3层。云逸，你别认输呀！加油，别让意义赢啊！我不想被电了。没想到这小徒弟竟然能在战斗中领悟雷电淬体的法门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师叔，这小丫头的雷灵根与众不同。意义认输。第1场加赛，林之翼胜。依依不哭，依依给你糖吃。意义好可怕。下一场，钱多多、柳青武准备。依依发现雷雷可以自己养自己，以后不许这么乱来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多多哥哥好厉害，青武妹妹的身法才厉害呢，多多都打不到你。接下来，赢家组李寒风对阵林之翼，输家组钱多多对阵苏清雪。如果李寒风赢了，赢家组就不用再比了，李寒风自动为第1名。如果李寒风输了的话，李寒风还要和云逸再打一场，决出第2、3名。同理，如果苏清雪赢了，输家组就不用再比了，苏清雪自动为第4名。如果苏清雪输了，那她就要和柳青武决出第5名和第6名。这么说，苏清雪只要赢1场就能摆脱垫底的危险。李寒风要是输了，还得再打一场，太吃亏了吧？林之翼刚才那个雷电淬体太可怕了，李寒风敢和他打吗？只要赢了钱多多，就能避免成为最后1名，这简直是太好了。寒风，修行之路充满挑战，若是连这点困难都畏惧，将来如何面对更大的风浪？弟子明白了。接下来，赢家组决赛，李寒风对林之翼。寒风哥哥，请多指教。请。比试开始。寒风认输。哼，依依坏，不喜欢你了，你老电我，讨厌。没事呀，依依喜欢寒风哥哥就好了。你怎么这样？我说的是我不喜欢坏意义了。我知道呀，依依喜欢寒风哥哥就行呀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。接下来，钱多多对战苏清雪。我年龄比他大，又是单水灵根，定能轻松战胜个5岁的小胖子。比试开始。银剑术，水木天环，认输吧。
我才不要和一个3岁的小丫头争夺倒数第一。金红冠按照惯例，这时应该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。钱师弟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！明明知道苏师妹刚输了一场，还下这么重的手。就是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比我们都大，是我们的师姐，被我这个师弟打败还好意思哭。我比了3场，他就比了2场，我比他耗费灵力多好多。前面说水灵根和冰灵根相克，所以才输了，现在又说水灵根和金灵根相克。以后是不是要问对手或者打邪修魔族的时候问他，你和我的灵根相不相克？相克的话，你胜之不武。师傅，以后意义比赛不能见到土灵根的人。为什么？和意义的雷灵根相克呀。师傅，多多以后比试不能看到雷灵根、火灵根、冰灵根，你多给我找点木灵根的。为什么呀？雷火冰灵根的会克制我的，但是木灵根我可以克制他。钱师弟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清雪毕竟是女孩子，你就不能让着点吗？这场比试的胜负已分，何必再咄咄逼人？这苏清雪的女主万人迷光环真是强大，大部分观众和长老在剧情的影响下，还是倾向于同情她。钱多多获胜。下一场，李谭峰、云逸准备。我才不要和柳青户争夺第5名和第6名。师傅，意义赢了，可以回家看父皇母后了。师傅答应你。意义赢了！恭喜！柳青武获胜！啊！3岁战胜7岁，这在整个修仙界都极为罕见。大师兄，5行之外的风灵根克水星根吗？灵根之间没有绝对的克制，胜负更多取决于修士自身的实力。云逸，今天多多哥哥告诉你4个字。什么呀？态度多练。清雪只是运气不好，青武的风灵根确实比较特殊。清雪别难过，下次一定能赢。清雪年龄还小。可是青武才3岁啊，苏清雪她都7岁了，为什么要和妹妹比小呢？她不羞羞吗？一个7岁的弟子输给3岁的师妹，确实不该找借口。说话怎么和我年轻时候这么像？是我带偏了？算了，自己徒弟不和自己像，和谁像？才不是我带偏的。第1名林之义，第2名云逸，第3名李寒风，第4名钱多多，第5名柳青武，第6名苏清雪。年龄最小的小团子包揽了第1名，而年龄最大的苏清雪却垫底。师虎答应意义了，要带意义回家看父皇母后。你们要不要过几天和意义一起回家去皇宫玩几天呀？皇宫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意义想去，寒风也想去，你带寒风去，寒风不怪你电我。青武也想去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意义带你们去吃好吃的，玩好玩的。为什么那个3岁的小丫头总能得到所有人的关注？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，谁才是真正的天才。看我作甚？师虎，依依要回家。知道。
但是依依需要漂亮的非洲随行的灵植侍女，成群都可以飞的，一看就很贵的灵宠，还有丹药符，还有法器灵石。要这些做甚？这样子，父皇母后就知道依依有出息啦，回去要有牌面，这样就没其他国家敢欺负父皇母后了。大夏人皇也会被欺负吗？当然会。上次依依就听到父皇说，北边的蛮族不老实，西边的月之国也总来找麻烦。要是他们知道依依带着这么厉害的师傅和这么多宝贝回去，肯定就不敢欺负父皇母后了。师傅，寒风想要些丹药和法器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送给意义，他要回家看父皇母后，需要排场。师傅，青武能不能要些漂亮的法衣和首饰？你要这些？给意义添妆。师傅，把您压箱底的好东西都拿出来，多多要送给意义撑场面。这是上品灵石100块，拿去给你父皇充盈国库。这几瓶丹药可治百病，送给你母后调养身子。这些符箓关键时刻能保命，让你父皇带在身边。这些法衣首饰，让你母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啊！谢谢师兄师姐，谢谢师傅。哇！这些够排场了吗？够啦够啦，师傅最好啦！快看，天上那是什么？仙人，仙人下凡了！那不是小公主吗？小公主成仙回来了！父皇，母后，朕的旨意。母后的心肝肝，母后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这是意义的师傅，凤灵渊仙尊，比国师还要厉害哦。见过人皇、皇后。啊，仙尊不必多礼，小女顽劣，多谢仙尊悉心教导。这是多多哥哥，寒风哥哥，意义和青武都是意义在仙门最好的朋友。见过陛下，娘娘。大家不用给朕行礼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意义自己留着吃，自己用，自己穿，好不好？父皇母后不要。意义有很多，意义在仙门可有出息了，是亲传弟子，是其他弟子的师叔，和长老们是一个等级的。意义只花了3个时辰引气入体，他们说意义是天才中的天才，而且意义这次比试拿了第1名。3个时辰引气入体，拿到比试第1名，这得吃了多少苦啊！父皇母目，意义带你们去看灵宠。小公主真的成仙了，还带回来这么多仙人和灵兽，这下看谁还敢欺负我们大夏！之意，太子哥哥，意义好想你。才1月未见，皇兄也觉得像是过了好久好久。父皇母后，皇兄，意义有出息的，师傅我说的对不对？是。意义是5行之外的变异雷灵根。雷灵根，还是变异雷灵根？这在修仙界可是千年难遇的绝世资质。钱多多丹金灵根，柳青七5行之外丹风灵根，云逸5行之外冰灵根，外加天生剑体，李寒风5行之外冰灵根。修仙界天赋最好的几个，几乎都在这儿。然后，意义还把他们都打败了。是的。
之意，这1个月你吃了多少苦？依依每天要挥剑1000下，还要练习500次基础功，还要学习控制雷灵力，还要识字读书。不过依依很厉害的，师虎说依依只用了3个时辰就引气入体了，是玄天剑宗有史以来最快的。我的小公主真的长大了。不过凡间不可动用灵力，扰乱人间因果。依依知道，师虎说在人间用灵力会沾因果，对修行不好，所以不能给你们展示啦。父皇母后皇兄，依依走了。御厨做的芙蓉糕好好吃，多多还想吃。青舞还想和娘娘学刺绣。依依喜欢那个会唱歌的鸟儿。父皇母后皇兄，丹药不能经常吃哦，身体会受不住的。因果不可沾染，功德有助修行。传朕旨意，从今往后，所有皇室善举、赈灾济贫，皆以小公主林之意之名进行。将本宫的脂粉钱省下一半，以之意之名设立慈幼院，收养孤儿。东宫用度减30%，用于修建学堂，皆记在皇妹名下。哼。这才是真正的仙丹。陛下，臣妾变年轻了。父皇，这些丹药比之前国师进献的那些昂贵残次品效果好了何止100倍。朕现在才明白，为何修仙界看不上凡间。这些在知意眼中寻常的丹药，在人间已是无价之宝。知意真是我大夏的福星，不仅带回了延年益寿的仙丹，更带来了强国的希望。那些法器、符箓，若是用在保家卫国上，该有何等威力！苏清雪竟然已经突破到炼气5层了，剧情严重跑偏啊！从依依把所有天才聚集在剑宗开始，原著的轨迹就完全乱了套。在原著中，李寒风和云逸虽然也在剑宗，但与林之意和苏清雪并无太多交集。钱多多和柳青武更是去了其他宗门，与主角团只有在大比时才会碰面，而且还是作为被苏清月打败的配角被简单提及。而最关键的改变是，原著中林之意和苏清雪共用一个师傅，那位师傅偏心苏清雪，对林之意不闻不问，哪怕林之意天赋再好，也得不到应有的指导，这才导致他后期被阴灵根主导，雷灵根反而成了辅助，最终彻底黑化。可是现在原著中这个时候，苏清雪应该才刚刚突破炼气3层才对，怎么一下子跳到5层了？是上次拿了最后1名受刺激了，准备努力修炼一雪前吹，还是偷偷服用了增长修为的丹药，或者是遇到了原著中的那些机缘？如果苏清雪真的提前获得了那些机缘，那说明这个世界的自我修正能力很强，那之意的命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未来的走向将会更加难以预测。有点意思，那就看看是剧情的力量更强，还是改变后的命运更胜一筹吧。师傅，依依什么时候能学御剑飞行呀？你现在才炼气4层，先打好基础，急什么？可是依依想带父皇母后飞上天嘛。那就好好修炼，到时候师傅亲自教你御剑。真的吗？那依依要更努力修炼。这个小徒弟虽然偶尔调皮，但修炼起来确实刻苦。炼气5层，
终于超越了那个3岁的小丫头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做那个奇怪的梦，在梦里得到了许多机缘和指点，但既然有助于修炼，自然不会放过。林之意，等着吧，下次大比，我一定要让你尝尝惨败的滋味。这是一颗被封印的灵宠，奖励你这段时间的刻苦修炼。凶什么凶嘛，人家就开心一下。哇，好浓郁的雷灵气啊，贴贴。好纯正的灵气，跟着这个主人好像也不错。现在看来还是个小萌物，意义这么可爱，这种目前看来软萌的小灵宠最适合它了。以后你叫意义驾到，统统闪开啊！换一个吧，黎奴会记不住的。不满意吗？那我再想想，雷霆嘎巴怎么样？你这么银，就叫你小黑吧。我明明一身银毛啊喂！黎奴会伤心的。那霹雳蓉蓉，闪电尾巴，雷球滚滚，紫电宝宝，雷地嘎嘎，就这么定了。这唾沫比前几个更离谱，好不好？啊！也不知道这个雷地嘎嘎会不会唱歌。他叫雷地嘎嘎，好厉害，好威风的名字呀！嘎嘎好可爱，寒风也想摸，依依可以抱抱吗？你们开心就好，名字什么的，丢死人了！可别让小朝天听到了。我去，幼年时期的吞天豪的后裔，好家伙，那个凤临渊把这个都留给他。不过看样子他好像不知道，不然怎么敢给意义？还有你堂堂神兽，真被几个小崽子当梨木玩啊？尊严呢？没想到几个小仆人按的本神好舒服哦，呼噜呼噜这边也要摸，小仆人们喂的小肉条也好好吃，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灵气都好纯正哦。虽然意义取名字这个环节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料，但这小吞天老比他爹还不要脸的样子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小仆人身上的雷灵气最纯了，本神要多多吸收。有了吞天奥的相助，小徒弟未来的修炼之路将会更加顺畅。只是不知道，当这只神兽长大后，回想起自己被取名雷地嘎嘎的黑历史，会作何感想？听说凤师叔祖给林小师叔找了一只银白色的狸奴，可爱极了。3岁就有灵宠，这也太宠了吧！我入门10年了，连只灵雀都没有。那个3岁的小丫头，凭什么总能得到最好的？清雪师姐的灵宠好威风啊，看起来比林小师叔的那只厉害多了。不愧是清雪师姐，连灵宠都这么不凡。林之意，你有的我都有，我现在灵宠比你强，而且我都练气5层了。清雪果然福缘深厚，虽然引气入体慢了些，但现在已经遥遥领先了，不愧是我看上的徒儿。师傅，嘎嘎要吃灵果。意义怎知道？莫不是意义想吃，骗师傅说是嘎嘎想吃？意义不想吃，就是嘎嘎想吃。我明明在梦里啃着香喷喷的烤灵鸡，怎么突然背锅了？意义当真，没骗师傅。意义也想吃，意义只想吃一点。诚实的孩子该有奖励，走吧，师傅带你去摘灵果。真的吗？师傅最好了。喵！喂，本神也要去。师傅，为什么嘎嘎只吃肉不吃灵果呀？每只灵宠的食性不同，嘎嘎是肉食灵宠，自然偏爱肉类。那意义可以既吃肉又吃灵果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要适量，不可贪多。
知道啦。你俩压死我得了。师傅，意义不重，意义还是小宝宝。师傅知道。你给我滚下去！凶什么凶嘛，本身不就是活动活动筋骨。废物，一只狸奴你都怕？清雪见过凤师叔祖。林师叔今日气色真好，想必是修炼有所精进。若无他事，我们便先回了。没用的东西，连只狸年都怕，我要你何用？师傅也吃，可甜啦！果然清甜多汁。本神才不稀罕。作为恶毒女配自救系统，首要任务是确保宿主摆脱原著的悲惨命运。万一宿主任务失败，还是按照原书剧情下场那么惨吗？哎，后半段呢？怎么没了？怎么是空白的？黑化后的林之翼做了什么？结局如何？全部是一片空白。之前还有的呀，有意思。那本系统来写。林之翼重生了，重生在3岁刚要爬登仙梯的时候。虽然天道抹去了他的记忆，但强烈的执念引来了系统的降临。系统携带着前世的警示，决心改变这一切。哇哈哈，完美！这样一来，本系统就成了宿主的救世主。就算以后他发现不对劲，也可以用记忆被天道抹去来解释。既然现在原著后半段是空白，完全可以把故事导向自己想要的方向，比如抹杀原女主，那得先消耗原女主的女主光环。不过原男主还没出现呢，原书男主明年就会爬上登仙梯，得提前做好准备。宿主林之翼，年龄3岁，修为炼气4层，灵根变异雷灵根，隐藏一灵根融合。有凤灵渊这个师傅在，资源不用愁；有4个天才小伙伴，人脉不用愁；有吞天豪后羿当灵宠，战斗力不用愁。只要操作得当，完全可以避免悲剧重演。多多说他的师傅很厉害，好像是什么婴儿中期。师傅，你有多厉害呀？意义，那个叫元婴中期。哦，元婴。那师傅，你是什么期呀？师傅现在是元婴初期。早知道说的强一点了，小徒弟不会因此看不起为师吧？师傅，那你和多多师傅哪个厉害呀？初期和中期哪个厉害呀？师傅，你到底行不行呀？师傅，那你和多多师傅哪个厉害呀？初期和中期哪个厉害呀？师傅，你到底行不行呀？多多师傅比较厉害，毕竟从明面上的修为来看，元婴中期确实比元婴初期强。虽然如果我愿意，一根手指就能按死钱多多的师傅。师傅没事的，依依不嫌弃。我需要被一个3岁的小娃娃安慰吗？师傅你放心，你以后肯定能成为大人中期的。大人中期？修仙界有这种说法吗？化神、炼虚，还是？大人中期，这什么鬼境界啊？小宿主显然是搞混了。婴儿期之后是大人期，没毛病。好，那师虎就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突破到大人中期。师虎加油，依依相信你。喂，你装什么元婴初期，还大人中期，你要不要脸？再废话，今晚没肉吃。师虎，等你到了大人中期，我们再去一次皇宫好不好？依依想带师虎去吃御厨研制的点心。好，都听意义的。不过在那之前，
得先想办法让小徒弟正确的修仙境界划分，不然哪天他出去跟人说我师父是大人中期，那可就闹笑话了。清雪师姐好厉害，这1个月修为进展神速，已经从炼气5层突破到炼气6层了。清雪师姐不愧是丹水灵根的天才，修炼起来一日千里。原书男主楚云兰竟然提前1年出现在了玄天剑派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剧情的修正能力这么厉害吗？楚云兰8岁，炼气3层，火金双灵根，因家族变故提前送入玄天剑派避难。原来如此，家族变故导致提前入宗，虽然时间线改变了，但核心设定没变。看来剧情的自我修正能力确实强大，重要角色无论如何都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场。现在更让我担心的是知意的状况。这1个月来，小姑娘明明修炼刻苦，每日挥剑打坐控制雷纹力一样不落，可修为却始终卡在炼气4层，纹丝不动。钱多多、李寒风、云逸、柳青武都已经成功突破到炼气5层，个个进步神速。意义，你最近是不是偷懒了？我们都超过你了。意义没有偷懒，意义每天都认真修炼的。意义很努力，修炼不是越快越好，就像盖房子要先打好地基，我们意义就在打地基而已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意义很棒的，师父很欣慰。七凤峰的灵脉是玄天剑派最浓郁的，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下，小徒弟的修为却停滞不前，这绝对不正常。师父，我会努力修炼的。别让我找到原因。原来是天道在作祟，知意体内的阴灵根就像一个无底洞，疯狂吸收着他修炼得来的灵力。更麻烦的是，他的雷灵根似乎受到了某种天道规则的阻拦，无法顺利提升，而阴灵根由于性质特殊，不受天道规则控制，反而更加拼命的吸收灵力，这就造成了一个诡异的平衡。雷灵根被压制无法突破，阴灵根疯狂吸收却永远填不满，导致林之意的修为始终停滞在炼气4层。不过这未必是坏事，阴灵根虽然吸收了大部分灵力，但这些灵力并没有浪费，而是在不断夯实林之意的基础。这个地基比寻常修士厚实太多了，虽然表面上看修为没有提升，但实际上他的灵力储备、经脉强度、肉身承受力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，只是这些内在的提升在外人看来就是修为停滞不前。意义别难过，修炼之路漫长，一时的快慢说明不了什么。你看雷帝嘎嘎，他不也长得慢吗？关本神什么事？本神是神兽，成长周期本来就很长，好吗？意知道了，意会继续努力的。这才对。原男主提前出现，苏清雪修为突飞猛进，宿主修为停滞，这些变化都需要重新评估。不过，如果这个地基继续打下去，等到真正突破的那一天，那场面恐怕会震惊整个修仙界。只是在那之前，知意可能要忍受一段时间落后于人的憋屈了。哟，这不是林师叔吗？怎么还在练这些基础剑招呀？清雪都已经开始学习流水剑诀第2层了呢。要你管！师叔莫生气，清雪只是关心您。听说您这1个月修为毫无寸进，可是遇到了什么瓶颈？要不要清雪帮您向师傅求几颗破障丹？苏师姐，意义师叔不需要你的丹药。就是，意义师叔可厉害了。你过来帮我拿剑。凭什么？你没有手吗？我可是东周楚家少主，我爹爹还是皇帝呢。哼，区凡人，岂能与我家相提并论？那你旁边的苏清雪还是我爹爹的属下呢，是丞相哦。现在可能不是了。你个小丫头，怎么能这么欺负清雪？你应该叫我小师叔。什么？他是凤氏叔族的弟子，按辈分确实是我们的师叔。我堂堂楚家少主，居然要叫一个3岁的小丫头师叔，而且这丫头还是凡间皇室出身。检测到原男主对宿主好感度下降，当前为-20。意料之中，在原女主光环的影响下，原男主天然就会偏向她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本来也没指望他帮忙。你让开，依依要练剑了。云兰，算了，林师叔年纪小，我们让着他点。我是楚家少主，入宗以来，哪个弟子不对我恭敬有加？这几个小娃娃竟敢对我不敬！清雪，我们走。
依依，那个人好讨厌啊！就是虚伪。依依，你别难过。依依才不难过呢。等依依修为上去了，一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有志气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得先解决你修为停滞的问题。意义做得对，修士当有不屈之心，但也需记住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与其与人争口舌之快，不如专注提升自己。师傅，依依知道了，依依会努力修炼的。乖。楚家的小子，若是敢欺负我的小徒弟，我不介意让楚家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势力。云兰，您别怪林师叔，他年纪小不懂事，都是清雪的错。清雪不该提起修为的事。清雪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知意的修为进展竟然与苏清雪存在着诡异的关联。只要原书女主进步了，意义也能进步，但是必须比她差2层。现在苏清雪炼气8层，意义炼气6层，刚好符合这个规律。更诡异的是，这个关联似乎是双向的。知意拼命修炼时，苏清雪的机缘就会突然增多，修为突飞猛进，然后林之意就会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压制，无法突破。而当知意摆烂时，苏清雪的修炼就会变得异常艰难，她的丹水灵根缺陷会暴露无遗，于是两人一起停滞不前。这简直是个死循环。知意已经数次达到突破的临界点，却始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，无法突破。长此以往，知意不会一直不能突破，所以经脉爆炸吧？小徒弟体内积蓄的灵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，远超寻常炼气6层修士。这些灵力被压缩在经脉中，像蓄势待发的洪水，却找不到宣泄的出口。这样下去不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练体。要给我香香软软的3岁半的小宿主练成金刚芭比吗？剑修炼体扛揍吗？不要啊！还我香香软软小宿主！最近小仆人怎么越来越硬了，没有原来软乎了。本神的专属肉垫呢？知意并没有变成想象中的金刚芭比，凤临渊为他量身定制的炼体功法，配合雷灵力的淬炼，让他的肉身强度以惊人的速度提升。但外表上，林之意依然是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团子。师傅，拿我的小紫电来。这还是3岁半的孩子吗？这肉身强度已经堪比筑基初期的体修了吧？本意只是想让他拓宽经脉，为积蓄的灵力寻找容器，没想到效果远超预期。